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是孟子的经典名句啊。那孟子虽然他不是很好战他不好战，但常常他会拿这个战争来做譬喻为的是要让诸侯们能够听得懂这个就跟每一部经呢跟每一尊佛呢都要讲方便譬喻一样的道理法华经里面的譬喻很多，有火宅喻穷子喻药草喻化成喻衣珠喻等等。那佛陀就是用这些譬喻故事呢来说明佛法的妙理跟妙用。正言上人也是如此孟子也是这样我们的读书会呢也不例外都要举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例子呢来做譬喻这样才会理事相通以事显理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那孟子讲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呢，也是举战争的当例子让大家去了解要打赢一场战争的几个关键的问题。现在的人一讲起天时地利人和那大部分的人都是把这三个呢视为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并且呢普遍认为呢只有这三个要素完全发挥作用，成功才会来到我们的眼前那在孟子的想法里面呢，天候跟时机的有利不如地势的有利，而地势的有利呢又比不上众人的合心合气互爱协力就是人和的意思也就是说客观条件跟外在因素远远不如人和的内在因素呢来得重要这个是孟子的观点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孟子虽然强调人和很重要，但是这个不代表说天时跟地利就不重要三个都非常重要孟子的这句话是讲述了两个很重要的道理第一个，他警示临众者或者是上位者应该要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理呢深藏于心第二个呢，他表明了只要国家中或者团体中的每个个体呢都能共体时间一致对外必能够不战则已战无不克这是他要提醒的两个重点那孟子的说法呢，虽然是由兵法的角度去切入但是他讨论的还是人心的问题，因为再高明的兵法呢，都必须交由人去执行如果执行者只是一群民心溃散的乌合之众那就算孙子在世恐怕也是无可奈何了同样的道理，再高明的佛法也必须交由人去用法，所以如果用法者只是一群墨守成规、死骨不化、死搬教条、抱残守缺的人那就算是佛陀在世呢也是没有办法啦佛陀所处的年代是2500年前那个时代呢，声闻跟缘觉的小乘修行者很多大部分是什么？目小持大意思就是说喜欢修小乘那不喜欢修大乘的意思那其实只有他的历史背景，因为佛陀时代呢，整个地球才2亿多人口地广人稀，加上交通不便，科技也不发达，所以那个时代呢很难走入人群去行菩萨道，所以正言上人才说佛陀说法在2500年前然而最好的用法时间点呢，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佛陀时代呢，佛教是新的宗教要让原本信印度教跟婆罗门教的印度人呢改信佛教呢，这个是谈何容易不简单所以佛陀时代讲菩萨道呢，是偏重在精神上的阐扬跟论述要付诸行动有相当的困难
啊，这它的历史背景是这样子嘛。然而佛法在人间，菩萨也是在人间啊，所以证严上人才说佛法要生活化，菩萨也要人间化。哦，这是这样的一个论述呢，跟印顺导师所讲的人间佛教呢是一脉相传的。佛法跟佛理呢，虽然是亘古今不变，且历久不衰，但是用法之道呢，还是要与时俱进的。这个我们常常都在讲的，与时俱进的，那才能符合呢时代潮流，也才能契合社会的人心脉动啊，也就是现在人讲的接地气啦，这意思啦。所以孙子只能告诉我们呢，用兵之道。而真正用兵的是我们。同理呢，佛陀也只能告诉我们用法之道、方法，但真正要用法的人呢，也是我们。那孟子是由军事的角度呢来分析论述道理，我们也可以从俗事的角度呢来以事显理。所以军事跟俗事啊，跟我们刚刚讲的战争跟竞争呢，道理都是可以相通的。非常的绝妙。我们一般都是讲天时地利人和嘛，但孟子认为呢，要有顺序，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啦。那意思是说，人和比天时跟地利呢更重要。那以佛法的角度来把它解释呢、分析呢，就是时缘不如地缘呐，地缘不如人缘呐。看这样解释也是通。那为什么时缘不如地缘呢？因为正信的佛法是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天天是春天呐，不必挑日子，也不必选时辰啊，所以没有什么时缘的问题啊。那为什么地缘不如人缘呢？因为正信的佛法是心净则国土净呐，心净当下就是净土。那心不净当下就是秽土，那为什么人缘比时缘跟地缘都来得重要呢？因为没有结好人缘，就不能成佛。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人格成，佛格就成。我们学佛的人对这个道理都是非常清楚的，也把它当作一个学习的重要的目标了啊。可见呢，人缘、人格、人和是多么的重要。孔子有一句话讲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啊，但是重点不太一样啊。这个本呢，除了本身本分基本基础之外呢，也可以把它广义解释为什么？人和。整句话就变成什么？君子到处结好人缘，因为有好人缘当基础。所以道生，本立而道生，道生啊，就是什么？条条道路通罗马，也就是走遍天下的意思的啊。这样解释也是通。要成就一件事啊，人和跟人缘呢，虽然不是唯一的条件呢，啊，因为还要有天时跟地利的配合嘛，但不可讳言的、不可否认的，人和跟人缘是关键因素。就好像说，你有好因，也要有好缘来配合啊。这样才会因缘和合啊，道理是一样的啦。那孟子强调人和最重要的，那孟子是强调人和是最重要的。那做人处事可以不用天时，也可以不用地利啊，只要做到人和呢，那就一定会取得胜利的。这个是孟子的观点。好，那依这样的观点来看，什么是人和呢？人和的本质就是什么？结好缘，得人心，6个字。小到一个家庭要得人心，这个家庭才能够和睦相处嘛。那大到一个企业要得人心，这个企业才能够宏图大展嘛。再大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得人心才能够政通人和嘛，长治久安嘛。那其实修行团体也不例外，家要和，必须家里每一个人要先人和，才有可能家和万事兴嘛。那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要能够很客气、很和气这样才有可能和气生财嘛。同样的道理，
道场里的每一个人能够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或者是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啊。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道风，那这个道场呢，自然是什么？有道气。否则你硬体再怎么样的雄伟壮丽啊，但缺人气，身至其中也会让人有冷冰冰的感觉嘛，没有温度啊。而即使纵然你有人气，但缺和气，这个也会让人呢无法感受到这个道气跟温馨嘛。没人去的时候没有人气，而很多人去的时候又是人多是非嘴杂啊，这变成是非之地啊。那人气都没有了啊，更别奢谈道气嘛。这样就很难广度众生啊。所以如果时间点很好，地点也绝佳，但就是没有人要来，这样也是徒劳无功嘛。那道场跟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道理。那对一个家庭来说呢，家和更是深深影响家道的兴衰啊。所以才说家和万事兴嘛。那如果家不和呢，那就会家吵万事穷。有家才会幸福啦，贫穷也不要紧。所谓金角落银角落，不如自己家里的穷角落，还是自己家里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没有家呢会苦不堪言呐。你看看那些流浪街头的街友啊，餐风露宿啊，居无定所啊，很苦。而有的人是有家归不得，那是更苦。家人相处的好，那才有家和嘛，刚刚讲嘛。但是要相处的好，谈何容易呢？家人也是共业啊。何况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虽然难念，但还是要找出方法，让它难念能念，难行能行。所以家和呢，也是一门必修的学分呐，必须做的功课啊。有一首儿歌呢，里面的歌词呢很有意义我们从小就开始唱了相信大家都会唱他是这样唱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慈祥又安康。虽然没有豪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好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这首歌儿歌啊，从小我们就在唱了，歌名叫做《甜美的家庭》啊。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这个就是有祥和之气的家庭它的条件就是要有家和跟人和，有家和跟人和自然就会屋宽不如心宽否则就会身在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豪宅里心是在烦恼深深深几许的地狱里所以如果家里是富不富子不子，没有人伦，没有家和，那这样也会身处豪宅心在地狱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嘛我们直播中呢，常常会提到一句话，就是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有福走遍天下，无福寸步难行我们常常讲嘛。可见这个福跟缘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阿弥陀经里面讲的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里面就讲到福跟缘嘛。要造福跟结好缘，也是要走入人群。离开人群就无人缘可结了，没有入人群，你要跟谁结好缘？对，入人群才有机会去结众生缘嘛。
举个例说啦，去灾区赈灾发放，就是跟苦难的灾民们结众生缘嘛。去波兰发放，也是跟乌克兰难民结好缘啊。去黑暗角落里面访视济贫访视，也是结众生缘啊。那懂得广结众生缘的人呢，命中多贵人呢，这是很基本也很清楚的道理了。有在做志工的人，应该都是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啦。有一次呢，我随正言上人行脚啊，那一位行事作风比较无法跟团体配合的志工呢，就像上人呢提到呢，他想做事情，可是团队的成员都不给他机会，处处作梗，好像排斥他这样子。他也说他说我想跟大家合，可是大家不跟我合。讲到这样的，上人就对他说，不要说我要跟人家合，是人家不跟我合，你应该说人家不跟我合，那是我没有主动去跟人家合。这是名师的一句醍醐灌顶的开示啊！如果自认自己没有错，那这句开示就很难听得懂。如果能马上反观自照啊，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忏悔自己过去的无明，心念一转那就会从此改善我们所结的众生缘。不过话说回来啊，人与人相处虽然以和为贵是没有错但也不能为了表面上的和而盲从附和，人云亦云是非不分，这样也不对。这个在修行团体里面也是常有的现象，要引以为戒一个人不跟你一个人不跟你合，那可能是这个人的问题，别人的问题。两个人不跟你合，那可能是别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很多人不跟你合，这很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不跟你合呢？这个我们就要自己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一定是其中必有缘故啊。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要独处沉淀，内观静思，从中来静坐常思己过，这样就可以找到答案的啦。如果还是觉得错不在自己，一切都是别人的错，那这样你就大错特错了，一路错到底了啦，就很难回头。好，以上所讲的这一些呢，都是强调人缘跟人和的重要性。但是有时候呢，天时也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也就是说，天胜过人我们刚刚讲说人和很重要嘛，天时地利还没有比人重要嘛。但是现在这个论点是天胜过人有时候天时比人和更重要，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的论述所以佛法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佛法是非常的精深绝妙。好，所以说人算不如天算就是天胜过人冥冥之中的天意是深不可测，人是永远无法与上天争强的。以前我们常常都会说嘛，人定胜天现在经历过这么多这么频密这么重大的天灾人祸之后呢，那包括新冠病毒乌俄战争我们不能够再说人定胜天所以正言上人教育我们要改口说敬天爱地不但如此，还要聚福缘把所有的福缘集中在一起那现在天地正在反扑人类尤其这2年里面呢，我们全人类真是吃尽苦头到现在还没完没了所以有时候是人胜过天，有时候是天胜过人，要看情况现实社会中，我们认为命运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掌握吧，3分天注定，7分靠努力。有时候是顺天者易，逆天者劳这句话是出自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里面讲的，意思是说顺应天理的就能得到安乐，
违背天理的就会受到苦劳。那《三国演义》里面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什么？大家都听得懂，谋事在人啊，成事在天啊，也是一样的意思哦，也是很有道理的。顺其自然，则诸事易成啊；逆天而行，必将劳而无功啊。凡事都有天意啊，一件事情的成功，绝非单单取决于我们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而是很多因缘的和合跟条件的具足啊。人有百算啊，但是上天有一算，只有一算，但是这一算却决定了最终的结果。用一句顺口溜来解释，大家一听就懂，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啦。很有学历，很有经历，很有能力，也很努力，但缺老天爷的一臂之力，这样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最后还是前功尽弃。所以人谋是过程啊，天成是结果。人谋在前啊，天成在后。这个道理把它套用到刚刚这句顺口溜也是通。能力、努力跟精力都是过程，是必备条件的。上天一臂之力呢是结果，这个是先决条件的。上天的一臂之力是指什么呢？就是福报嘛。有的人讲福气，有的人讲运气啊，都通。人间有许多事情呢，即使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结果总是什么？有心栽花花不开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这个就是人谋之后，最终由天意来决定结果。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也不要以为一个经营很成功的企业一定是这个老板呢很有能力、很努力，也很有精力啊，而且他还很懂得经营管理才会这么成功，不一定哦。其实他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这是天命中呢要有的财库才有办法，命中有这个财库才有办法了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尽人事，听天命，道理都一样。由此可见呢，一个人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而努力，这个所能达到的程度是有限的，而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外在环境的这个天，对于人的影响却是很巨大的，这才是决定一件事情成败与否的关键这个是天重要过人的论述那前面刚刚讲的是人重要过天时跟地利嘛，都很有道理。读书会中，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叫做“近者悦，远者来”嘛，我们常常讲嘛。旁边跟随的人跟得很欢喜，不想离开；外面的人也都想来亲近，别处的人也就都想来投效。这样对内能凝聚，对外能广度，凝聚力跟摄受力呢相辅相成这是人和的主源在先，助缘在后，所以成功了嘛。相反的呢，在你身边的人想离开，外面的人又不想进来内外都缺乏向心力这样就是我们所讲的众叛亲离嘛。那其中必有缘故，而人和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这就好像有人说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这句话是没有错，这是自我的期许跟鞭策，是很好。但是如果做到最后变成做好事只有我一人，这个问题就大了呢。怎么做好事只有你一个人？那你非常重要了，没有你不行呢。你也不能生病呢，你也不能请假呢，你还要长生不老呢。更重要，你也不能往生呢，因为没有你不行因为你太重要了。你就代志大条了，对不对？那这是什么问题呢？缺少外力的助缘，因为人缘不好，所以很难一呼百应而人缘跟人和不好，跟一个人是否能够以德服人是否心胸宽大，是否没有私心，是否能够成就别人等等等等
息息相关的，条件是很复杂的啦。但是这其中呢，心量跟格局更是人和与否的关键因素。所以才说一个人的心量跟他的格局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心量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那格局甚至会影响结局啊。其实呢，人心不和有时候也是跟权力欲望有关的。为什么人都喜欢掌权呢？抓权呢？为名为利，不是吗？因为有了权力，才能够随心所欲，才能控制别人听从我们的指挥跟命令啊。以这种心态来做人处事或临终的话呢，烦恼忧愁很快就如影随形了啊，更会造成人心的不和。每个人都只想自己，不想别人啊。有时候呢，别人没有反对我们，这个并不代表我们的意见或者做法就是正确的哦，不一定哦。那是因为别人修养好，人家对我们很善解、很尊重、很包容，我们自己要懂得自省，是不是真的我们做得很正确呢？在人群中或团体中呢，如果别人的意见或建议是对的、好的、有益的、如法的，那我们就应该依法不依人啦。千万不要因为跟他缘结的不好，就以人废言。你讲的话再好，我都不想听，把你否决掉，因为我不喜欢你，看你不顺眼不要，还是要放下知见，去欢喜接受，因为我们依法，依他的法，不依他这个人。能够这样的欢喜接受的话，叫做解脱知见，这个功夫就了不起了这也是学佛的目标之一了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领导者或者领众者的思想他的理念呢不是很正确，甚至是不如法了，但却依仗着自己的权势跟自己的头衔呢，要大家一定要服从他、听他的，那这个问题也是很大。因为团体会分崩离析、貌合神离、人各异志、明争暗斗，或嘴巴合但心不合，这个也是跟少数个人喜欢依事不依道呢是有关的啦。依自己的权势，不依道，不讲道理，也不依法理不是透过团队的集思广益，而是人人各持己见，人人都只凭自己的喜好跟感觉呢在做事情。那这也是团体不能人和的主因之一啊。坚持己见呢，也是一种我执也是我见依事不依道，那更是一种不如法。真正的如法是依道不依事，刚好相反依法不依人，是依正道、依正法的意思啦。坚持己见呢，不一定会把路走绝啦。为什么？因为你有权势你有头衔你讲话人家必须再怎么样口服心不服，也是要照做对，所以坚持己见不一定会把路走绝，但肯定会把路呢越走越窄，因为你服人没有服心表面上看起来很合，其实内心是不合的。那这样心不宽念不纯，路走起来当然就会崎岖难行路就越走越窄因为心不通，彼此的心不通造成路也不通，那人际关系自然也是不通学佛如果要随时要与人家广结善缘，与人和睦相处或者甚至要行事能够圆满顺利的话呢，自己随时都要能够冷静来自省我们是否是自反而说，反省自己是不是正直有道理呢？说自反而说，这个说就是正直有道理的意思了。那自反而说，自己反省我的这个就是对的、正确的、没错的虽千万人无往矣也就是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啦，不必顾虑这么多啦。但是你要确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直而有道理，那么即使千万人面对千万人呢，也是毫无畏惧的勇往直前不过道理是这样子讲也是要很小心
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觉得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很正直，很有道理啊，但是别人认为他是强词夺理、一意孤行，没有道理啊。虽然很多人呢不认同他，但他还是千万人无往矣哦。不管你不认同、反对，我还是照做啊！这个叫做他也是千万人无往矣哦。那这样就麻烦了。那你这样子讲，标准在哪里呢？很简单，人人不要坚持己见，大家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这样有共知跟共识而圆融做出的决定，后面才能讲虽千万人无往矣啊。这样就是共行啊。所以共知、共识、共行三个前面再加一个共修，这样才是圆满至善之道。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不会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的结果啦，而必须是什么？自力之外，也要有他力的支持跟协助，外援呐，这个叫做助援呐。助援也是一种良缘呐。而良缘也是来自时常的广结善缘，能够广结善缘的人，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好啊。而人际关系跟人和也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嘛。以前我们读书会有分享过啊，君子和而不同嘛。这句话我是体会非常深刻，也常常当做自己的警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也分享过，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那这两句话都是跟人和很有关系的哦。和而不同，以前我们有解释过了，我们今天就不再解释了，我们就解释后面这一句了啊。有些人虽然个性看似很合群啊，但因为情执很重，而很会与人攀援、拉关系的意思了。那这样的人呢，只要稍一不慎呢，就很容易落入小人党而不群了，很会私情牵绊、结党营私啊。但却不合群，你看他好像很合群那也只是与特定少数人跟自己合得来的人呢去合群而已，这不是真正的合群。所以孔子提醒我们：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合群，但不与人结党营私啊。小人与人结党营私而不合群，刚好相反啊。20年前呢，我刚到新加坡当执行长的时候呢，新加坡分会的会务是百事待兴的，无论是志工体系也好啦，职工体系也好啦，都需要投入很多的心血呢，去重整跟调整了。刚开始的时候，会务成长很慢，很缓慢。经过10多年来的苦心经营接着由现任的执行长接棒了，这样20多年来呢，发掘人才、培育人才、重用人才、承先启后、充分授权，方法用对了只要大家做得很欢喜志工跟会众就会越来越多因此分会会务呢日渐茁壮、蓬勃发展志业体的体制终于脱胎换骨志业推动呢也开枝散叶也因为这样子呢，得到新加坡政府高度的肯定跟认同。而给慈济很多具体的支持跟协助，所以现在新加坡分会跟新加坡政府合作长期在各社区经营的这些慈善跟医疗的志业体呢，总计有1个西医义诊中心、2个中医义诊中心、2间复健中心、1间全科的医疗诊所、2间乐龄长青馆、2间幼教中心、2间近视疏训、1间占地1000多坪的青年活动中心，还有1间社会教育推广中心社教了。这样总共加起来有14个长期每天在运作的志业体那这个里面除了书宣幼教中心、青年中心跟社教中心这个是慈济自己付租金呢，去租地方来做之外呢，其他8个跟医疗有关的这些志业体呢，加上最近才获得新加坡政府卫生部批准的这个洗肾中心这些都是要用到新加坡的公寓叫做主屋嘛，主屋楼下那个政府所拥有的地方都要用到这些地方，
那大家都知道嘛，新加坡是寸土寸金啊，这8、9个医疗事业所用的空间是很大的，不是你有钱就住得到，买更是不用讲，因为主屋楼下都是属于政府所拥有的啊，不会卖，有钱也买不到。但是新加坡政府将这么贵的地方提供出来给慈济使用，跟慈济一起来合作来推动与居民健康有关的慈善医疗中心呢，这个其实也符合正言上人敦亲睦邻守望相助跟安稳家园美善社区的理念呢是相符的。不但获得当地政府这样提供场所新加坡政府还1对1的补助费用1对1在新马常常听的1对1就是你自己向公众募到1块钱，那我政府就额外补助你1块钱那政府这样做就是鼓励的那个慈善团体呢协助政府推动这些慈善工作了，也助你一臂之力的意思的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去推动慈善工作。那全球60几个有慈济分会的国家能这样做的只有新加坡政府。好，前面讲这些，那各位不要误以为我是在介绍新加坡的慈济会务，不是我要分享的是新加坡政府也不是对所有的慈善团体都这样的他也是要挑适合的 NGO 来合作嘛。那慈济志工团队这个志工团队人多力量大，志工训练有素，素质很好，负责任有使命，整体形象呢在新加坡的这个有口皆碑的啦，而且是长期以来靠做出来让社区的民众跟政府的看在眼里认同在心里这样才有可能被肯定所以人家要给你这样的机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分会全体的志工呢，众志成城，将士用命，万众一心，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没有任何一个人一意孤行，这是长期这样打拼出来的，也就是正言上人讲的和和互协也是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这个简称那要做到以上我讲的这些条件因素，虽然很多其实还不止这些啦，因为成功的因素是很多的嘛。那这些都只是个果，追根究底呢，圆满成就的因不外2个字，这2个字是事业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有那个因才有那个果嘛，这2个字叫做人和。慈济新加坡分会到现在还是保持这样良好的传统，其实在凡夫的修行团体里面要维持这样子的道风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必须做到法脉入我心，宗门入我行也因此要让新加坡政府以这样具体的行动来支持你鼓励你，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刚刚讲这是全球唯一的所谓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这个门道就是什么？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